袁少强，袁少强，哎呀，袁绍卿将来可是要成为尚书右丞之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何茂山以后一定为你好好办事啊！你给我记着，一次我可以忍，但我绝不会给人第二次威胁我的机会。是，告辞。多派些人找叶平安，除了他待过的严庆坊，还有富庶坊，挨个给我排查。告诉大理寺的人，捉到他之后，必须严加审问。这样会不会太不讲旧情了？咱们非得把他往死里逼吗？女儿去跟黄一民谈，父亲是不放心吗？我是想让你多个心眼儿。这批盐数目不小，我会另派人去找找，先查证何茂山所言真伪，然后再安排和黄一民见面。御史案重查后，圣上革了一批盐官，但现在的盐价比去年更高，圣上却毫无动作。女儿觉得安静的有些不同寻常。圣上心里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风得以延续。对内，我要为圣上压制心怀李氏的臣子；对外，边境战士军需的重担在我肩上。抗日这场仗一定要赢，但一定不能赢得太快。只要一日战事不停，圣上就不可无我无有境。那叶平安交给我，黄一民那边就等父亲的好消息了。你喜欢好酒，琅琊王氏的大公子送来的。平安，密道已经挖通，我们可以换地方了。走吧。郎主，属下已经查实，何茂山要找的人的确是黄一民。我们已向他道明来意，也证明了我们的诚意。他答应了会面，此时人已在东山山中。走，去东山。是，郎主，需不需要袁绍卿一起去？不用。你求见本王，本王来了，就是诚意，不必多言，给我报个合理的价格。盐，你有多少，我就收多少。一个惯于掌控局势的高手，他的气势松弛有度，而只有做下人的、做守卫的，或者江湖上初出茅庐的小子，才会这样紧绷着身体。想要装出一副霸气凌人、让人害怕的样子，纵使身上穿着名贵华服，也不像康平王。
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滚！别在老江湖面前给本王丢人现眼。你黄铁拐，人虽然不多，可能人不少啊。我从曹州到这京城附近来，自然要谨慎些。你一直要跟我面谈，是对我不信任呢，还是对我开的价不满意啊？我干的可是杀头的买卖，买主用言做什么，我不用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至于这盐价，想必康平王已经打探过了。老夫一向是120文1斗的卖价，绝不坐地起价。哎，甚至还可以给你100文1斗。那你黄铁拐到底想要什么？不妨直说。哼，哎呀，这外面风大，康平王可有意与老夫入吴一去？康平王，请坐吧。进来吧。父亲，草民能得见康平王，真乃幸事。我只听说黄铁拐有个儿子，没想到却如此清雅，质若松阳。我一直藏着我与小儿的关系，将他送到私塾培养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像我一样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。黄铁拐所托之事，一定和令郎有关吧？没错，我想让康平王给他在京城谋个驿官半职，他的身就正了。是不是我若拒绝，这笔生意就做不成？有大量私盐的不止我黄一民，除了河南道，别处也有。不过康平王，你大可以打探，能以这么低的价格，又有胆量与官府做生意的，只有我黄一民。再说了，有我儿在，日后你我的往来，我更信任你，你也更信任我，不是吗？你如此赤诚，我若再拒绝，反倒失了风度。我只能举荐你为士官，在士属下布个录事的缺，专门抽录官盐买卖。你是否愿意？谢康平王垂青。好，漂亮！让炼丹师试了这么久，终于调制出了雷火。此物一遇到火星，便会剧烈燃烧，火势甚大。制满50箱的料，需要多久？大概2个多月。无声人小心！有点意思，我喜欢。
袁少卿差人送来了这个。他这是终于肯低头了。去元府。这么久以来，你还是头一次来我府上。说我疏事而不用，你是哪种事啊？那自然是没事。若不倒霉，怎会一开始就被你排斥？听说这2日你派了不少人全城搜捕叶平安，可有收获？丽君今日在古元街发现了叶平安。那古元街本就临近黑市，说明叶平安一直就藏在黑市里。我们都被素玄真人给骗了。你被骗了，为何还笑？他若真这么轻易被抓住，我反而会有点失望。说真的，此生能有他这样的对手，也是幸事。可惜了。若是有得选，你跟他本可以是惺惺相惜的朋友。不聊这些了。时至今日，你还不肯说出那些铠甲的由来吗？从哪儿来的，我不想说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。好。为谋将来。为谋将来。看来，你想的还真是深远呢。圣上年岁已高，李吴2派必会有一场继位之争，届时，败即是亡。你我出身虽有天壤之别，不过我们却有一点相同，我们都没有退路。少卿来了。到夜香了。少卿来了。哎。到夜香了。少卿好。哎。王哥，少城求礼。少卿好。好。少卿好。少卿好。真能干。
梅阁老久卧病榻，现在可还清醒？老臣虽久缠病榻，却不敢不清醒啊。清醒点儿好。朕得受天命，亦不免其苦。你们做臣子的也不易，上要成君意，下要做好百姓的父母，固守本心，何其之艰！老臣当轻己报君恩，但不知陛下有何忧啊？朕这几个侄子，其中最亲近的便是武攸敬和武攸司。朕若废了自己的儿子，立其中一个为太子，你以为如何？方才还说轻己分忧，现在怎么不说了？臣只有一言：若立子，子可将亲母供奉于太庙，成绩无穷；若立侄，却从未见过子侄成为天子后能将姑母姑父供奉于太庙的先例。看到铃铛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没有杂草，却有明珠。谢谢你。你不该回来的。可你希望我回来？我会杀了你。杀了我，对你有何好处？可邀功，可论赏，可让康平王早日助我拜相。这么看得起我啊？可你心里清楚，康平王绝不会让一个出身盲沟的人登上宰相之位。那又如何？我可以隐忍，我可以等。等？等到什么？成为康平王的女婿吗？你和显儿的婚期定了吗？你和海一平在他心中又有何不同？你只知道武攸敬在利用我，又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利用他？所以我才说你希望我回来，你需要我这个帮手。独自在他身边收集把控官银的罪证，很艰难吧？你在我身边，危险是多不少。可如果这回让他们以为我是你的敌人，武攸敬不会轻易和自言放弃，所以我要先用一个不同的名字来吊足他的胃口。
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,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,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.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of Marius. 他也会旁听。所以晋夫子不能轻易开口，你得逼迫他。用什么？用亲情。我有个表兄弟，稍后会将他的情况告诉你。而后晋夫子会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完全透露给他们。不错。至于那个什么黄一民，我们并不认识，就是因为他的名头比较响亮，所以我们才借来一用。既然吴显儿知道我喜欢编故事骗人，那我可不能让他失望。这样一来，他只会认为我和黄一民之间根本没关系。好啊你，9分真话里面掺着1分假话，着实让人真假难辨。可我一旦羁押晋夫子，便要审问到底，否则会惹人生疑。不怕，这是一种特制的药，毒不死人。到了狱中，我会将它服下。你用私盐诱除吴显儿后，一旦败逃，吴显儿跟武由敬便会全程缉拿你，届时你连回到圣都都会变得危险。所以，我会去找你说的素玄真人，请他下山，和我一起躲在黑市。到时你得带着康平王及时赶来，这样事后你就有借口不被他们怀疑。你为何不让素玄真人直接揭露他御史案的罪行？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？因为现在我为的不只是御史案，黑市不能久留。你要在芒沟挖一条地道，通向延庆坊传闻中的那间鬼宅。这段距离可不短呢，时间怕是有些紧迫。不如说，时间刚刚好。你们俩慢慢聊吧。贺蒙送的那些饭菜，还吃得惯吗？比我在曹州吃的可好多了，酒也不错，管够。那晋夫子当真有个表弟吗？当真？没有。上去透透气吧。大家把手里的活都停一下，都来领馍馍了啊！每家都有，都过来，都过来领啊！吃完了再干活。来来来，哎，给你，哎，拿好了，哎，都有啊！来，伯伯拿着。哎，伯伯，脏的吃了对身体不好。哎，你来这个。外面怎么骂袁绍卿的，我们都听说了。他要不是为了我们，这身上也不至于背这么重的担子。我现在年纪大了，不中用了，不是？我这心里不好受啊。王伯，在袁绍卿心里，是芒沟养育了他。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们大家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。你这样想，反倒会让他难受。来，拿着。来，大家继续啊！每家都有。来来来，都有啊！来，拿好。哎呀，不吃了，冷不冷？找你阿娘烤火去。阿娘，你吃。哎，儿子，儿子，拿碗吃饭去，熟了。好嘞。
圣上自登基以来，就在思虑储君之事。今年年初就有传言，他想立自己的侄子为太子。我究竟筹谋了这么久，等的便是这一天吧。他不仅笼络朝臣，而且同时也在铲除异己。刑部赵侍郎已被他关押在新开狱了。对了，你一直都没告诉我，你是如何结识黄一敏的？离开圣都后，我去了河南道，后来治好了一个私盐犯的头痛症，是他将我引荐给黄一民的。我用医治腿疾的名义接近黄一民，又帮其他盐犯看病，获得了黄一民的认可。叶喜，自打您上次给我治好了头疼病之后，我这头再也没疼过了。我是打心底里边感激你。是啊，叶心义，要不是你，我这胸闷的毛病不知什么时候才好转得了啊！这段日子多亏有叶心义为咱们不少兄弟治病，咱麓山来了位活菩萨呀！对呀，活菩萨呀！等等。来，弟兄们，咱们一起敬一下叶心义！哎，敬叶心义，敬叶心义！皇公的腿疾可有好转？你给我诊治几次后啊，确实好了不少，只不过近日偶有反复。哎，要说呀，这都是托了你叶平安的福啊！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不过是医者本分罢了，这得要谢谢你的信任。哎，你说这腿脚的症状还能受心情的影响，我真是开了眼了。皇公最近可有什么烦心事？这几年的严驾呀，被人操弄得厉害，这背后之人的手段非同一般呐。那皇公对这背后之人可有了解？了解又如何？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我们不过是井水不犯河水。皇公身经百战，身边又有那么多兄弟跟着你，以你的眼界和格局，自是想过应对之法。要是这个心病能除掉，你这腿疾能大好。依你叶心义的意思，你是为老夫早就备好了药方吧？这得看看我这病根儿找得准不准。皇宫的盐100文一斗，盐贵伤民。可康平王却没这等顾忌。我的兄弟们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是有心与之较量，但在诸多牵绊之下，只能小心应对。所以，我想给皇宫撮合一笔生意，并且需借令郎一用。我倒要听听你打的什么算盘。签字吧。自己人有什么话就快说，我们还有下一家呢。往月签购官盐300担，实则是200担，可是本月全都反了过来，签购200担，实则竟有700担呢。这司中进官盐里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这什么？有了它，这就是官盐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可是将私盐充作官盐来卖，那可是杀头的死罪呀！你不签？可以，明天我们就找个人来接替你这盐铺。不，我签。有了。
还有这个，也签了吗？这啊，不，这个你这。黄律师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是蜀城该知道我的父亲是谁，有了他，父亲才会放出下一批人来。之前可没听说你们有这个规矩啊。我们若是不拿个凭据在手，你们随时可以过河拆桥，不是吗？你多虑了，你不信我，还不信那位的名誉吗？名誉对我来说不重要，若是出了事，我们父子的干系最大。施蜀城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可是，还有那么多货整装待发，你却连张凭据都不肯给。不怕耽搁的话，你不妨问清楚那位给不给，我等得起。或者，你来签这个字，可好？写呀！写。四眼犯的儿子就是四眼犯的儿子，才装了阵子的荣样样，废气就憋不住出来了。王鹤昌，你是礼部尚书，你来说说这份奏表吧。陛下，康平王气业崇高，德才兼备，乃百历之表率。数千民众齐鸣上表，臣承奏民愿，请改立武由敬为皇太子。皇嗣尚在东宫，行事并无差错，你王尚书却有如此荒唐提议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礼法尊卑？无故而废亲子，难道你是想置陛下于不仁吗？你，李老可见，自古哪位君主以异姓为嗣？立武家人为太子才是礼法，天经地义。况且立直并非无先例，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的侄子就开创了天家之治。陈霸先是因为无子早亡，不得已才传位给侄子。你怎么不提大成帝有子嗣，却立侄子为太子而产生内乱的前车之鉴呢？陛下，储君乃国本，切不可轻易废除啊！陛下，储君关乎社稷，不可轻易废立。臣以为，既然诸公意见不同，不如缓缓再议。宇硕丹的战事尚未结束，东韩又令颜良转运不畅，朕甚忧之。储君之事，容后再议。无事，便退朝吧。是。少成啊，今天叫你来是想聊聊盐的事。你跟康平王时间久了，该知道的七七八八的事也都知道了。现在是该装不知道的时候了。其实有时候，晚辈知道的越多，就越是困惑。这康平王手上攥着这么多盐，他吃得完吗？不是他一个人吃，他要分给底下的人吃，给那些士绅士卒们一起吃。盐能生很多钱，他们有了更多的钱，就可以买更多的田地。官位传不了儿孙，地却可以。只有把他们都喂饱了，才能坐得稳。拥护他的人越多，就得霸占越多的土地，从而导致更多的人被逼成流民。而当这些流民活不下去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成匪，成私盐贩。所以，这土地一日不解决，这天下必生乱。土地的问题解决不了，早就拧成乱麻，碾成泥了。你想推行你的想法，就等于是从他们口中夺食。除非有一天，你权倾朝野，到那时。你现在干的不就是这件事吗？晚辈惶恐。你惶什么恐啊？我呀，
打了一辈子官腔，累了，现在该让贤了。大风需要于谦那样的人，他是脊梁，也需要你这样的人去填补血肉。记住，不要只做忠臣，也不要做孤臣，要做能臣。我曾经也这样教导过海夷平，可到底他的心还是偏了。你，我希望没看走眼。晚辈谨遵梅相教诲。反对易楚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赵峰这些人，心里还是向着李氏太子。所以你要在他们身上多费些心思，一群谋逆之徒。贤儿明白。黄一民的盐进了盐铺就是官盐，以我的名义将这批官盐运往边境，安定军心。是。比起身在东宫却毫无作为的太子，父亲为国事可谓是尽心尽力。圣上若是知道了，定能明白，谁才是堪当大任之人。父亲吩咐的这2件事，已足以稳固朝局。若是能再得民心，你所谓的民心，是最简单易得的东西。还请父亲赐教。棋子在手，棋局就由我做主。只要在适当的时候将盐价降一降，所谓民心就唾手可得。只要有口饭吃，那些梨树啊就翻不起浪来。关键如何用盐这颗棋子来收拢士族之心。原来父亲早有谋划。不过，此番不少世家大臣，虽推动了易楚之事，却也让圣上起了戒心。此时我们是否应与他们保持距离？夏儿，你从小在圣上身边，常见圣上打压士族，可为父要提醒你：天子100年，望族1000年。下官见过郎主，舍人。说呀。黄七他不守规矩，非要签私盐收据。他要签就签呗，好在他是黄一民的儿子，翻不起浪花。你要把心思放在运盐上，不过还是要盯紧他。下官明白。这是最后一批了。